分得清大小王了吧？这一军演，日本不说话了，美国也每隐身了，还没咋地呢，岛上就慌了。但军演都怼到门口了，岛内股市居然还在狂飙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这波操作你看懂了吗？据中华网发文称，这次军演战舰军机齐上阵，把岛上团团围住，划了5个演习区，其中一个离台湾本岛南端不到5海里，这什么概念？差不多你站在海边拿个望远镜都能看到演习舰艇的轮廓，用专业的话来说，这叫围岛链条越来越近越来越紧。气氛都到这儿了，严肃吧，紧张吧，可你猜那边是啥反应？股市一片红火，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。就在军演消息满天飞的时候，台股大盘在护岛神山台积电的带领下，一口气冲破了28800点，台积电自己的股价也飙上了每股1530元新台币的新天际。更让人琢磨的是，外资不仅没跑，反而一天之内净买入了92亿元新台币，这画面是不是有点分裂？一边都急得火烧眉毛了，另一边股市还热火朝天呢，难怪有人调侃，还没动手，岛上难道已经有战损了？不过这战损名单里好像没有股市啊。这次正义使命负2025可不是普通走个过场摆个造型的表演赛，它最大的特点就一个字，进。5个演习区，北到基隆港，南到高雄港，左营军港，东边通往太平洋的通道也看得死死的。有军事专家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，这相当于轻轻捏住了台湾的呼吸管。想想看，台湾能源物资大量靠船运，这些航线一旦被罩住，压力可想而知。而且这次是开局即实战，上来就练夺取制空权、制海权、封锁港口、打击机动目标这些硬核内容。官方海报上的标语也很有味道，正义之剑，内控外驱和正义之盾，破线除妄。说白了就是对内明确告诉台独势力，我有精准打击的剑，对外告诉某些想插手的外部势力，我也有坚固的盾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次高度贴近实战，随时可以从演戏切换成真打的实力秀。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对台独和近期不安分的外部干涉势力来一次敲山震虎式的警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警告这么严肃，信号这么强烈，为什么岛内股市不但不慌，还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？股市为啥不慌？3个神逻辑。其实在资本市场眼里，这件事的打开方式跟军事专家不太一样，他们看的不是硝烟，是剧本和节奏。第一，市场被练出抗性了。这些年类似的演习巡航越来越常态化，一开始大家还紧张的不得了，后来慢慢发现，只要不真的掀桌子，演习结束一切照旧。于是市场心态逐渐变成，又来一次，知道了，我们先看看财报和订单。第二，股市短期最认的还是赚钱能力。这波台股能冲上历史新高，最大的助推器其实是全球的 AI 浪潮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恰好站在风口最中央。只要台积电们订单接不完，只要 AI 芯片还供不应求，股市就有一个强大的上涨引擎。资本永远是现实的，在真金白银的利润面前，对政治风险的担忧有时候会暂时静音。不只是台湾，你看看隔壁韩国股市，军演期间也涨到了历史高点。附近同一个道理，芯片和科技行情太火了。第三，投资者在赌时间差和管控力。很多市场参与者心里有个预判，大陆的军事行动虽然强硬，但有分寸，有管控，不轻易升级为全面冲突。只要这个底线思维成立，那么短期波动反而是低吸的机会。于是军演来了，他们不跑，反而觉得是打折买入时机。但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？股市的狂欢不代表经济没事，更不代表生活不受影响。军演带来的压力更像一种温水煮青蛙，一开始不觉得烫，时间久了才发现已经动不了。首先，眼前的不便是实实在在的。演习区域覆盖重要航道和空域，航班延误、货轮改道、港口调度混乱，做外贸的、等原料的、要出货的，这会儿可能正对着物流跟踪图头疼。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，只是不直接显示在股市大盘上。其次，长期投资环境会被悄悄磨损。如果一个地方常年被贴上高风险标签，那些求稳的国际资本、计划建厂的制造业企业就会开始犹豫。他们不一定立刻撤走，但可能会把新工厂、新研发中心放到更安稳的地方。这种缓慢失血对经济的伤害是静悄悄但深远的。最后，最致命的是信心侵蚀。这次演习传递的信号其实非常清晰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们有能力彻底封锁台岛，实现关门态势。这种战略能力的确立会像一片淡淡的阴云，长期飘在岛内民众和企业家的心头。谁愿意把全部身家和未来压注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按住呼吸管的地方？所以真实的图景是两面，一面是股市在 AI 风口上狂欢，数字耀眼，另一面是实体经济与社会信心。
在持续承受安静的战损。这出戏到底该怎么看？正义使命2025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一种有趣的两岸状态。军事上步步收紧，经济上短期狂欢，长期隐患暗涌。它告诉我们，国家统一的进程不仅是军事实力的展现，更是一场综合棋局。当我们能淡定从容贴近到想怎么练就怎么练时，主动权其实已经握在手中。而岛内股市的飙升，与其说是不怕，不如说是产业红利太大，暂时盖过了警报声。但这就像夏天最后一声蝉鸣，声音再大也知道秋天不远了。真正的聪明钱永远在寻找又安全又有前途的地方。军事的紧绷与股市的喧嚣交织出的是一个清晰的未来剧本。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，依靠外人撑腰更是镜花水月。时间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，这场大戏还在继续，但剧本的结局早已写在实力与人心之中。